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夜话心语。我和林瑶还没分手的时候，他经常在我面前卖可怜。我爸妈在国外，你舍得让我一个人孤零零的过年吗？你就带我回去吧，多双碗筷，我很好养活的。耐不住他的软硬兼施，我坦诚交代弟家里的情况。我家在山里，晚上黑灯瞎火的农村，我还得跟爷爷拼床睡，你怎么住得惯？过年还得干农活，根本没空带你玩。林瑶听我说完，淡淡一笑，我家也是农村的，哪都能睡。农活很多，我可以帮你做。那是我第一次带人回家，林瑶看着我家家徒四壁，只说了2个字：牛逼。他解释我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长大，还能以省状元身份考进大，并且年年专业课第一，属实牛逼。我松了一口气，这家伙关注的点总是不一样。奶奶看到他第一眼就很喜欢，抓住他的双手就疼得不行。小北，这小姑娘真漂亮，家是哪儿的呀？奶奶，我北京的。哎呦，那离我们这可真远，你和小北这以后要是结婚了，我急忙打断奶奶，奶奶，我们还念书呢，你别调侃小女孩了。林瑶抬眼看我，弯起嘴角笑，没事奶奶，再远我都来看您。好孩子，奶奶一会杀了鸡腿给你，给小北吧，他爱吃肉。那会儿林瑶满眼都是我，他没有食言，还真的撸起袖子在家替我干了不少活。可惜我和林瑶没多久就分手了。分手后我们没再联系。没想到林瑶会再次出现在我家门口。我手里的地瓜掉落在地，内心极为震惊，还有点心跳加速。你来干嘛？来给你当田螺姑娘。林瑶一边走进屋里，一边闷声说道，为什么不穿我送你的衣服？我吸了吸鼻子，哪有穿这么贵的衣服干农活的？他捡起地上的地瓜，微微皱眉，你就吃这？随便吃点，能填饱肚子就行。是我看错了吗？他眼里闪过一丝心疼，就出门将行李搬了进来。你这是要搬家？带这么多行李？他打开行李，嘴上骂得很凶，我给奶奶带的礼物，不行。几个行李箱里带的全是他那边的特产，还有我最爱的北京烤鸭。还有北京烤鸭？他扯着笑看我，说这是给奶奶的，你是沾光，明白？奶奶知道林瑶来了，开心的不行，拉着他的手絮絮叨叨个不停。林瑶的余光一直在我身上，之前提分手，我和他说的理由是没感觉了。我至今能记住他那副受伤的表情，想要保持骄傲，却猛地红了眼。他说，你别后悔季北，我再回头就是孙子。说回头就是孙子的是他，因为我一句话立马回头的也是他。奶奶使唤我出去买点好菜招待林瑶，恰巧遇到村里的人正在杀年猪。原想给林瑶买点她最喜欢的猪排，让她开心开心，但人太多，猪排一下子被抢光了。高中时候追我的小太妹，现在可是村里的杀猪西施。看到我落了空，急忙追了上来，给我送了一条漂亮的猪排骨。季北，你想要排骨是吗？这还有一条自留的，给你吧。林瑶的眼神一下变得犀利起来。我急忙解释，他是于冉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。哦，青梅竹马是吧？阴阳怪气，话里话外怎么就这么酸呢？于冉抬眼看向林瑶，他是我同学，女朋友。我们不约而同异口同声，但显然没有一点默契。好家伙，这下林瑶的脸更黑了。于冉尴尬地提着猪肋排站在那，我要还是不要？
没等我做反应，林瑶就瞥了一眼猪排，拿回去吧，我们不要。我是给冀北的，关你什么事？于冉也不甘示弱。呵呵，冀北知道我最喜欢吃糖醋排骨，特意要买的，你说呢？那我就算扔了，也不给你。眼看两人剑拔弩张的样子，奶奶急忙拉住林瑶。奶奶也正打算把家里的年猪宰了，给你做糖醋排骨。我没说话。家里的年猪本来是要卖掉的，也可以给家里减轻点压力。但奶奶疼林瑶。于冉挽起袖子说道：奶奶，杀年猪的时候叫我给您帮忙。林瑶冷笑：不用了，奶奶有我就够了。于冉一脸不屑：你压不住猪的，到时候可别出洋相了。呵呵，我要是压住了，你得叫我祖宗。于冉有种天然的优势，但林瑶偏不信邪。林瑶在一众杀猪匠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。林瑶，算了，我真不想看他当众出糗，不然这自尊心超强的家伙一定会生几天闷气的。林瑶揉了揉乌黑浓密的发丝，不以为然：不就一头猪吗？有什么难的？劝不动啊。金刚或许是嗅到了血腥味，刚出猪圈就受到了惊吓，横冲直撞，林瑶追得满菜地跑，还被猪撞得摔进地里。金刚，我白养你了。我没眼看了，林瑶追着猪到屋后，人和猪都一下子没影了。于冉笑了笑：这就是你喜欢的人，他挺好的。半个小时后，林瑶满脸泥巴和叔伯们架着金刚，完成了猪的使命。他洗干净脸，冲于冉叫嚣：叫祖宗。于冉侧头看我，哪来的小姑娘，胜负欲这么强？我冲林瑶招手，回他：火星来的。这一次的较量，林瑶充分体现了她在农村生活的天赋。晚上吃排骨的时候，也一个劲儿地说自己宰的猪就是香。只是晚上在洗澡的时候，被热水碰到伤口，疼得嗷嗷叫的也是他。我举着药膏问他：摔哪了？我给你上药。林瑶将自己卷在被子里，只露出一张微红的脸，小声回我：尾巴骨那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平常点。屁股撅起来，看了要负责。我去叫奶奶。惯他的，我站起身，手就被一只滚烫的大手拉住。林瑶满脸通红地看着我，表情竟然有些许娇羞。你轻点儿，假期就这么过去了。奶奶把我们送到村口，看着我们上了车。林瑶在书包里摸出几张100元大钞，牛啊，在包里还能摸出零钱来，一会请你吃烤肉。我瞟了一眼，说这是奶奶偷偷塞的。她一下子破防了，这点钱奶奶攒得多不容易，哎，给你交了学费，又给了我零花钱，她还能剩多少？这家伙表面看上去没心没肺的，但是心软得很。也难怪奶奶这么喜欢他。他把钱塞给我：你拿着吧，这么瘦，多买点吃的。你拿吧，奶奶疼你。再说了，到时候我还可以申请助学金。他将钱小心翼翼地叠好，放在包里，望着窗外缓了许久。你要是真没钱了，来找我。我被他逗笑了。得了吧你爸妈常年在外打工也不容易，你可别充大款了。他爸妈应该是打工吧，一年到头也不回家几次，就跟我们村的留守儿童一样，父母常年在一线城市打工，被迫骨肉分离。想到这里，我看着林瑶，鼻头一酸。你太可怜了。林瑶嫌弃地看着我，停止你的内心大戏。兴许是返校高峰期，火车站的人尤其多。林瑶提着行李回头看我：打车回学校吧，人太多了。
打车多贵呀，公交只要2块钱，挤一挤没事的。在第 N 次挤不上公交，鞋子还被人踩掉后跟之后，林瑶将我拽出人群。快格上了，你拉我去哪呀？他一言不发地拦下出租车，将行李搬进后备箱，再将我丢进车子后座。好不容易回到宿舍，我推开门进去，小心翼翼地将行李放好，再将书包里的书拿出来。突然书包里有东西落在地上，啪嗒一声。顺着台灯昏黄的柔光看去，那鲜艳的100元大钞安静地躺在地上。我捡起来，钱上面还有奶奶之前用铅笔在上面记的数。这是奶奶给林瑶的钱。我鼻头一酸，想给她咣咣2拳。钱是奶奶给你的，你又塞回给我干嘛？你拿着吧，我用不上什么钱。学校每年都会给贫困生发助学金，今年申请的同学比较多，班里就决定让贫困生轮番上台讲述自家困境拉票，也就是将遮羞布扯开让大家看，最惨的那几个就能得到大家的同情，票数最高。班长谢岩站在讲台前敲了敲黑板，好了，现在哪位同学先上来说说？班里一下子变得静悄悄的，没人说话。他偏头看向我，笑得很甜，要不季北你先来。我刚想站起来，就被林瑶摁住手，他站起身来，看向谢岩。这不合理吧？教育部2017年就已经公开发文，不提倡助学金认定变成比惨大会，提倡大家保护学生尊严和隐私。谢岩歪着头，眨着大眼睛，怎么不合理了呢？这样才最公平呀！公平？林瑶笑了，继续说道：真正的贫困生因为惧怕上台演讲，放弃了申请助学金的机会，你觉得公平吗？口才好、人缘好的，反而得到了补助，你觉得公平吗？是啊，班长，算了吧。大家都私下填申请表格好了。眼看着大家都在应和，谢岩脸上挂不住，气得满脸通红。算了算了，你们自己看着办吧，我不管了。在逆光中的林瑶，她那自信张扬的样子，一点都不像我们从村里走出来的孩子。我即便是省状元，但是骨子里的自卑和胆怯都被林瑶了解得透透的。谢谢你啊，我请你吃凉皮。林瑶挑眉，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，铁公鸡终于长毛了。不吃拉倒，找我干嘛？他将礼盒袋递给我，给你买的手表。我要你给我买手表干嘛？我们已经分了，你没必要对我这么好。别管那么多，拿着就行。他不由分说把袋子塞我手里，转头裹紧大衣走进人群里，背影傲娇又倔强，真是一点都没变。喉咙像是被什么哽住了，他总是嘴硬心软，也不知道该说他什么好。离谱的是，第2天我就被匿名举报了，说我作为贫困生申请助学金，转头就买名表，应该取消我的助学金资格。谢岩还叫了全班同学一起，让我跟同学们解释并道歉。我为什么要道歉？你欺骗了大家的感情，大家都以为你是贫困生，把名额让给了你，结果你却戴名表。我气笑了，我什么时候戴名表了？我全身上下的衣服加起来都不到300块，羽绒服还是打折180买的。谢岩走到我跟前，将我从座位上拉起来，指着我的手表说道：没钱你戴这么贵的表？哈，贵？手表是我送的，有什么问题？林瑶靠在教室门口，语调松散，表情却是从未有过的冷峻。助学金风波总算是过去了，但我却开始疑惑了。你哪来的钱买名牌？
林瑶坐在湖边的长椅上，微微闭着眼，懒洋洋地晒着太阳，语调慵懒。我传的之前计算机大赛获奖有2万块的奖金，好像是有那么回事。林瑶被人怂恿去参加了计算机大赛，听说还拿了个什么奖，没想到还有2万块的奖金。我双手环胸，眼神将他全身上下扫了一遍。但我听同学说你身上穿的也不便宜。他睁开眼，偏头看我，语气很淡。我堂姐衣服多，她不要的就都给我了。那你也太幸运了吧，我从小也捡同村哥哥的衣服穿，不过都是穿得很旧的了。说到这个，林瑶就来气了，她用手指弹了一下我的脑门，冷笑一声，那我给你买的新衣服你怎么不穿？半晌，他又说道，明天我生日，打算请几个朋友去唱歌，你也来呀。我愣住了，明天他生日我还什么都没准备呢。见我没说话，林瑶突然睁大眼睛，火气就又上来了，你该不会我生日也忘了吧？为了逃避没给他买礼物的尴尬，我只能以已经分手为借口拒绝了。但林瑶没打算放过我，分手了就不能做朋友？既然是朋友，一起过个生日怎么了？你心里该不会还有我吧？不然怎么连陪我过个生日都要逃避？行，算是戳中了我内心的点，我当然不能让他觉得我在逃避。眼下最重要的就是怎么在他生日聚会前把生日礼物准备好。网上买是来不及了，我路过2元精品店，走了进去。林瑶的生日会比我想象中还要夸张，推开包厢门就被清一色的长腿美女镇住了。林瑶说到场的都是她的姐妹，大老远从各地赶过来给她过生日。土包子的我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，一下子愣在原地。原本以为林瑶已经是我所见女人的颜值天花板了，但坐她旁边的那位美女比明星长得还要漂亮。她弯起嘴角笑笑，声音却很低沉，瑶儿，就是她。林瑶抬眼看向我，随即低头笑笑，拿起酒杯一饮而尽，就是她。长腿美女站起身来，张开双臂朝我走来，小北，我是林瑶的发小宋生，很高兴见到你。宋生轻轻抱了抱我，我对这突然的热情有些不知所措。你好。林瑶一把将他拉开，满脸敌意，接下来是不是要贴脸亲了？把你留学那套礼仪忘掉，这里是中国。OK， 怎么就急眼了？宋生说着，弯下腰在我耳边小声说道，待会给你讲讲瑶儿小时候的糗事。我一下子燃起了兴致，这以后就有了林瑶的把柄了。林瑶却不乐意了，不悦地看着我，你看你那不值钱的样。我乐意。这时服务生推着蛋糕车缓缓走了进来，又到了尴尬的送礼物环节。也不知道林瑶哪里认识的这些有钱朋友，送的都是看起来很贵的礼物。宋生送的还是有球星签名的限量版球鞋，这是我花高价买的，看在你小子生日的份上，忍痛割爱了。林瑶兴奋得像个3岁的小孩，抱着球鞋冲上去就要亲宋生。宋生嫌弃地推开他，滚。现场气氛已经烘托到这了，大家都期待地看向我全场唯一的男生。我兜里揣着送给林瑶的礼物，笑得尴尬，我忘拿了。林瑶扯开嘴角笑了，弯下腰伸手摸进我兜里，冲我眨眼，我早就看到了，快拿出来。连夜给他织的手套就这么被他从兜里扯出来了，我急了，那不是。全场的朋友发出暧昧的笑声，宋生更是拿出手机开始录屏。我跳起来想要把手套拿回来，但他却笑着抓住手套给自己戴上。
更尴尬的是手套织小了，有点小，看得出来是连夜赶工的。我刚想给自己找借口糊弄过去，林瑶就弯着嘴角笑了起来，眼眸里闪着愉悦的光。我很喜欢。为了表示感谢，我也给你准备了礼物。林瑶说着，从兜里拿出首饰盒打开，在灯光的加持下，小太阳的项链吊坠熠熠生辉。朋友们开始起哄，我愣住了，心跳快得要冲出嗓子眼。这我不能要，送你的，地摊买的不值钱。可是今天我生日，我最大，你听我一回行不行？我刚想说什么，宋生就冲我做了个嘘声的手势，由着他吧，不然发起疯来谁都拦不住。林瑶将项链给我戴上，满意的点头，好看。那快吹蜡烛许愿吧。不知是哪位朋友喊了声，宋生把林瑶推到蛋糕前，给她点上蜡烛。林瑶闭上眼，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，嘴角微微扬起许愿。我希望季北和我复合。也就是那一瞬间，全场一阵欢呼，礼花炮绽放。宋生拿着手机对着我们，笑着说：“亲一个，亲一个。”我呆在原地，不知是烛光的作用，还是别的什么原因，林瑶脸颊微红，低头看我。他甚至紧张的语气有些不稳。你能帮我实现这个生日愿望吗？我的心跳很快，眼眶却突然发烫。我强撑着笑容，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。林瑶眼角泛红，脸上却是自嘲的笑，开个玩笑而已，你还当真了？林瑶拿起桌上的一杯酒，仰头灌进喉里。那什么，谢谢姐妹们今天来参加我生日，大家尽情玩啊。瑶儿，你说这次生日很重要，我可是提前1周从新西兰回来了。是啊，你没事吧？别喝了。瞎，就这样吧。呵。慌乱无神的我去洗手间洗把脸，好巧不巧碰到了谢岩。季北，你怎么会来这地方？这里的消费可不低。上次助学金的事情，他一直耿耿于怀，找到机会就暗讽我一番。我正考虑该怎么回应时，宋生从洗手间出来，瞟了谢岩一眼。他是我朋友，来这有什么问题？你压谁？谢岩被对得哑口无言，但还是憋红了脸耻笑一番。季北，有本事啊，这么快就换人了。林瑶呢？宋生将我拉到身后，冷言道：今天林瑶生日，我不想骂人。今天是林瑶生日，那我要去当面跟她喝一杯，上次的事都是误会。谢岩一下子来了兴致。谢岩一向自来熟，闯进包厢就举起酒杯来了3杯。我自罚3杯，上次助学金的事是我不对，我也知道了季女友是隐藏金圈，富婆 Ox 北家里是真穷，以后助学金评选我都投给她。林瑶，你以后也带我玩呗，成不成？全场一下子安静下来，当着林瑶朋友的面，我只想原地消失。林瑶的脸黑得可怕，那双静默的双眸异常冰冷。她站起身来，缓缓走到谢岩跟前。季北可没得罪你，你丫的犯不着处处针对他。还有，融不进的圈子就别强融。谢岩气的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的，指着我说：笑死人了，那季北就能进你们的圈子？他家没完了是吧？林瑶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，皱着眉：以后你再针对季北，就是跟我作对。谢岩回头瞪了我一眼，愤愤地离去。我有些懵，林瑶过来揽住我的肩揉了揉，甭理他，事儿逼一。生日的狂欢慢慢退去，朋友们一一道别，包厢里只剩下我们3。我抓过书包，那我先走了。你不许走。林瑶抓住我的书包，抬眼看我，
陪我多待会儿行不行？宋生皱着眉，上前夺过他的酒杯。行了，别喝了。今天我生日，你甭管。我送你回学校。宋生想把他拉起来，林瑶抬眼看他，宋生，让我和他单独待会儿。宋生拗不过他，只好走了。宋生走之前给了我他的电话，有事给我打电话。好。林瑶喝多了，凑过来抱住我，哭得像个3岁的小孩。季北，你今天必须告诉我，为什么不能在一起？为什么不能？我拿起桌上的酒瓶，对着酒瓶子咕噜咕噜喝了小半瓶。酒壮怂人胆，也许把事情说出来，我俩之间也就掰扯明白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因为林瑶突然的呼噜声打破了我微不足道的勇气。我偏头看她，她脸颊通红的倒在我肩上，鼾声四起。迷迷糊糊中，我被人摇醒。服务员一脸歉意地看着我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这边要打烊了，您能先付款吗？多少钱？我揉了揉眼睛，拉开书包拉链找手机。一共是28600。多少？服务员把账单递给我，28600。我一下子清醒了，看了眼睡着的林瑶，心里闪过一个念头，把它卖着算了。你们这边有优惠券吗？有没有打折？女士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这里没有优惠券，这已经是白金卡打完折了。而且林小姐生日，我们酒水钱都没有算在里面呢，很实惠了。28000多，我攒了几年的奖学金一下子就刷没了。林瑶醒来的时候，看到我直勾勾的眼神，吓了一跳。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我一夜没睡，刷了28000出去，我整个人一整夜手脚都是冰凉的。林瑶脸色一红，有些腼腆，所以你一晚上都在看我，让人怪不好意思的。还钱。我把账单递到他跟前，他瞟了眼，笑了，就为这你就盯了我一晚？不然呢？我攒了好几年呢。林瑶薄唇微翘，眼里满是戏谑。我没钱，先欠着你，以后记得天天追着我还钱啊。没钱你冲什么大款？我气得将枕头砸在他身上，真的要被他气哭了。就这么守着他一夜，身心疲惫不说，钱也被骗光了。林瑶拿开枕头，笑得很欠，怎么还生气了？我又不是不还。这28000我攒得容易吗？我每天用功学习，挣那奖学金，课余时间我还给人做家教，全都是辛苦钱。你过个生日就骗光了。我本来还想今年存够2万给奶奶装修老房子的，说着说着，眼泪就不听话了。我知道我现在这个样子很逊，但是我真的很心疼钱。他林瑶没钱，我可一点儿都没嫌弃，但他过个生日就要花这么多，我越想越气。林瑶微微一怔，向前揉了揉我的发顶，就连声音都透出些局促慌乱来。对不起，我逗你玩的，我现在就把钱转给你。您的支付宝到账5万元。支付宝到账信息的提示音在寂静的空间里尤为清晰。28600，我一分都不多要你的。我拿出手机就要把多给的钱赚回去。林瑶按住我的手，哑声道：我给奶奶的，你没资格拒绝。记得把洗澡房的门修一修，再买个浴霸，冬天洗澡怪冷的。他的目光就像夜空一样深邃，又是那样的温柔撩人心怀。我承认在那一刻我有过心动，但我不能无条件地享受他对我的好。我拉开他的手，认真地看着他：你哪来的钱？奶奶给我攒的。他似乎还有点得意。那我更不能要，你没钱就别充大款。那你娶我不就行了？林瑶轻描淡写的一句，
笑得慵懒。想都别想，钱给你转回去了。你这人怎么这么不经斗呢？下课的间隙，大家都习以为常地点开手机刷会热搜，趁机聊聊八卦醒醒神。林瑶趴在我旁边的桌子上睡着了，她睡着的时候最可爱，长长卷卷的睫毛怪好看的。我一边帮她抄写上课的笔记，一边听着英语单词。你们看热搜了吗？之前肇事逃逸的那个人被抓了，就是撞人逃跑的人渣吗？太好了，这种人就应该给他处以极刑。我手里的笔一抖，点开手机网页，果然，即便照片再模糊，我也看出了那人是我爸。我爸之前开货车，因为疲劳驾驶把人撞了，他给医院打了电话。但在看到救护车来之后，驾车逃逸了。他曾给家里打过电话，他说他害怕被抓之后需要巨额赔偿，不想连累我们，就再也没回过家。我爸一辈子生活在农村，没怎么读过书，经历这样的事，压根不懂法的他只想到了逃跑。怎么劝都不听，他甚至觉得逃得远远的，找不到人就不用承担责任了。哎，季北，我看这个人挺像你爸的，大一新生开学，是不是你爸送你来的？谢言的话让所有同学都回头看我。其他同学看了眼手机，凑在一起小声说道，而且这个逃逸者也姓季，和季北还是一个地方的。你爸是法盲吗？没读过书啊？你们快别说了，不怕被报复啊？这些朝夕相处的同学，此刻他们如此陌生。我下意识看了眼林瑶，生怕他醒来知道这些事，那他该如何看我？那一刻我害怕了，抱着书本跑出了教室，一直跑，直到喘不过气。泪水糊在脸上，风吹得脸生疼，兜里的手机也震得我心慌。林瑶的电话总是这么及时，我没敢接。在回寝室的路上，远远的那娇小的身影，戴着兜帽，靠在路灯下，嘴里哈着气，哭疼的眼一下子就又红了，也不知道她在寝室楼下等了多久。看到我，林瑶快步向我走了过来，看样子还有点生气。我想解释，但话刚到嘴边，她扑倒我怀里。外边这么冷，天擦黑了也找不着你，电话也不接，是要着急死谁呢？啊！我呆呆地任由她抱着，埋怨着。她毛衣上的熟悉味道，她炙热的体温让人感到心安。找我干嘛？我这么个大活人了，也丢不了。你犯得着躲着我吗？你爸那事儿我早知道了，怎么了？那犯错的是你爸，跟你有啥关系？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然后也一直憋着没吱声，没问。我抬头看他，他的眼神不像是开玩笑。我去你家那会儿，奶奶和我说的。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那就一次性把话讲清楚吧。这件事不可能跟我没关系，受害者家属让我们家赔偿，天天去家里闹，也就过年那段时间消停几天，你就别掺和了。等等，林瑶伸出食指点了点我的额头，表情像是在生气，但随后又摇头笑了。你该不会是因为这事儿跟我提分手的吧？不然呢？我压根没心思谈恋爱，我只想照顾好奶奶，赶紧把债务还完。说得够直接的吧？而且我爸是要坐牢的，就算我和你在一起，你家人肯定也不同意。昏黄的路灯下，那张脸晕染出隐隐的怒气，语气很凶。你见过我家人吗？就说不同意？你也没问过我，凭什么私自决定分手？分手也不一定要两个人都同意，真不爱听你说话。他踮起脚尖，那熟悉的清新味道灌入鼻内，他微凉的唇就落了下来。
脑袋在那一瞬间宕机，竟也没反应过来要推开，就被他霸道的侵略搅得天旋地转。他满意的抽离，勾起嘴角看着我，那股霸道又蛮横的劲儿又上来了。那我告你，我不答应分手，就非得跟你绑一起。拒绝的话别说了，不爱听。爱情这玩意儿真的糟心得很，明明理智告诉自己不要碰，感性却忍不住拥抱迎合。季北，喜欢就别克制，我又不会不给。滚！身后传来林瑶的笑声，我跑上楼道，却在拐角处差点撞上人。谢岩站在那，双手环胸看着我，你和林瑶和好了？和你有什么关系？劝你还是离他远点，你俩不是一个世界的。我气笑了，你很闲吗？我从他身侧擦肩而过，压根不想跟他多废话，他眼里的厌恶我不是没感受到。季北，你别怪我没提醒过你。几乎每天，林瑶都会在寝室楼下等我一起上课，一起吃食堂。如果没事，他会带我去湖边晒晒太阳。他懒洋洋地把下巴垫在我肩上，说话带着慵懒的语调，跟我回家吧，带你见见我奶奶。不好吧？我去你家干嘛？林瑶垂下头，语气放软，奶奶喜欢热闹，你就陪我回去一趟呗。林瑶也是奶奶带大的，跟我一样。被奶奶带大的孩子，冥冥之中就有种同病相怜的感觉，对奶奶的感情也格外亲。那我去买点东西，你奶奶喜欢吃什么？不用。林瑶将我的手握住，嘴角扬起，我都准备好了，你人去就行。虽然林瑶说只是普通的见面，但我总有见家长的紧张感。她侧头看了我一眼，轻笑出声，不用太紧张，奶奶很好。我想象过无数次林瑶长大的地方，听她说家里是年代久远的平房，院子里还有青苔和奶奶种的玉兰花。但真的见到那四合院时，我还是怔住了。这就是你说的年代久远的平房？是啊，祖传的。林瑶笑着推开四合院红棕色的大门，玉兰花的香味便扑鼻而来。小院里种满了花草，还有个藤条秋千在微微荡漾。宋生放下浇花壶，回头朝屋里喊：奶奶，他们来了。满头花白的谢奶奶从里屋走出，戴着老花镜，举手投足间无比优雅，笑容慈祥。来了正好，今儿玉兰花开了。奶奶，他就是季北。林瑶将我推向前，我立刻将礼盒递给奶奶。奶奶好，我是季北，林瑶的同学。奶奶笑着看向我，双手抓住我的手，仔细端详着。林瑶她可没说你只是同学，她说奶奶我在学校有个喜欢的男孩，想带回家给您瞧瞧。林瑶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，连忙搂住奶奶撒娇。奶奶您说这干嘛呢？您快露一手让季北尝尝。我没见过这样的林瑶，她总是一副骄傲不可一世的样子，但唯独在奶奶面前，她就是一个大孩子，喜欢撒娇。奶奶回头看我，季北，你屋里歇会，奶奶这就给你们做饭去。我给您打下手。不用，你就在院里和翠花玩吧，奶奶能行。我局促地站在院子里，看了眼坐在秋千上看戏的宋生，问道：翠花是谁呀？宋生抱起胖成球的狸花猫，笑道：就它，奶奶刚把它捡回来的时候瘦成猴，现在已经胖成猪了。我接过翠花，真沉。宋生坐在秋千上，指了指院墙上斑驳的字迹，那潦草的字迹很熟悉，写满了我的名字。这胡同里，大家都知道林瑶喜欢的男生叫季北。宋生的家就在奶奶家隔壁，他和林瑶从小一起长大。在这胡同里的都是大院的子弟。
听宋生说，林瑶6岁那年，他爸妈出国做生意，就把林瑶丢在奶奶家。他们每年给家里打很多钱，但再也没回来过。在林瑶16岁那年，独自出国去找他们，才知道他爸妈早已离婚，在国外又都有了各自的家庭。他就站在院子外，看他妈抱着一个混血孩子，叫他喊妈妈。那他爸呢？宋生笑着摇头，说道：他爸也有了个混血女儿，他在他爸那就住了2天就飞回来了。他感觉自己像个外人。从国外回来后，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关了1个多星期。我鼻头一酸，透过斑驳的窗，看到林瑶正在厨房里忙碌着，脸上挂着暖洋洋的笑。这个爱笑的女孩，原来心底里藏这么多事儿呢。好想抱抱她。季北，谢谢你啊。宋生冷不丁的道谢，让我疑惑了。谢我？没有你瑶儿早就死了。原来我和林瑶的渊源要追溯到高2那年。那时候林瑶刚从国外回来，知道了父母各自再婚有孩子的消息。后来他爸妈给他打电话，他从来都不接。他觉得自己是个负累，抑郁症困扰了他很久。当时我无意中逛到了一个贴吧，有个叫芍药的楼主发帖说活着没意思，但害怕孤独，特来相约赴死。跟帖的网友很多，但多数都是来看热闹的。也有人劝他，但楼主似乎一心求死，发了一句886就不再回复信息了。我给他发私信，发了一张我在烈日下割草的照片，并告诉他，我现在也很想死，要不你先来帮我把猪草割完。没想到他竟然回了，不去，累，死都不怕，还怕累。后来他跟我说了很多心事，包括他爸妈离婚的事。我安抚他，我也一样，我妈和我爸离婚后也改嫁了，有了个弟弟。我们就像2个同病相怜的人，惺惺相惜。他问我想考哪个大学，我说 A 大。你为什么一定要考 A 大？我家没钱供我读大学，考上 A 大乡里会给2万奖金。后来临近高考，我说要好好学习，近期就不上网了。我顺利考到北京，来到 A 大，一脸憧憬地开始了新生。在那之后，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。宋生带我来到林瑶的房间，拉开那棕色的木质抽屉，满满一抽屉的册子。林瑶将我们的聊天记录打印成册，封面的字是季大人语录。我真的会笑死，季大人是我在贴吧的昵称。那阵他就老跟我们提你，还说要去找你。我说那人家都要考到北京了，你也去 A 大，你俩不就见面了？好家伙，他为了去 A 大也是拼了。凌晨2、3点，我还能看到他房间的灯亮着。季北，是你让他有了活下去的希望。我拿起桌上的相框，那是我当时在贴吧发给他的，我在割猪草的照片。太阳晒得我满脸通红，汗水落在额间弄湿头发，但那时候的我，脸上的笑容让我此刻都觉得耀眼。割猪草的季北。我红着眼回头，就看到林瑶靠在房间门口，脸上是挂着温柔的笑意。你还笑？你到底瞒了我多少事情？哪位你之前跟我啃馒头了，装的累不累呀？林瑶似乎极乐于看到我炸毛的模样，唇角弯起，声音听起来十分愉悦，心里乐意着呢，和你吃糠咽菜都香。这就是你说的平房？还没钱吃饭？你那一面墙的限量版球鞋是怎么回事？亏我之前心疼他没钱吃饭，把自己1周的饭钱压缩了一半，穷到只能买一个馒头的时候，还掰了一半给他。原来人家是京圈格格，从小住的4合院，在2环还有房产，哪用得着人心疼？
呸！那你明知道和你发消息的人是我，为什么不直接说？见到你之后，我很激动，但又很害怕，害怕你知道如此不堪的人是我，就不愿意理我了。他很真诚，站在他的角度想，那段脆弱的堕落的时光，确实像个伤疤，不想被人再揭开。我是这样的人吗？我错了，以后对你绝不隐瞒。再也没有比发现陪伴自己走过至暗时刻的人就在身边更好的事了。临走时，奶奶把她压箱底的翡翠手镯给了我。奶奶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拿着吧，这镯子本来就是要给我未来孙女婿的。奶奶笑着把镯子帮我戴上，那一刻我整个人都呆掉了。奶奶，我家。谢奶奶摇摇头，示意我不要多说。她的脸上虽然已经有了岁月的痕迹，但依旧透出一股清醒的智慧。你家的事奶奶都知道，你是一个好孩子，读书刻苦又很善良，最关键是林瑶最喜欢你。林瑶遇见你之后，人都开朗了很多，奶奶由衷感谢你，也很喜欢你。林瑶推开门进来，看到我手上的镯子，眉梢上扬。奶奶，你这压箱底的都送出去了。本该很开心的时刻，不知为何有种想哭的冲动。原来幸福真的会让人落泪啊！我爸欠伤者的钱都一一还上了，生活似乎在慢慢好起来。我给林瑶打了个欠条，他这家伙看都没看就撕掉了。你能不能别这么费劲？真觉得欠我，就多亲亲我。全剧终。